大家好，歡迎來到呆萌財。說到美股的三大指數，大家最熟悉的往往是納指100和標普500。那這三個天天出現在財經新聞裡的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到底是幹什麼的呢？為什麼它只有30隻股票，權重居然按照股價分配呢？要知道呢，全球市值第一的英偉達在道指裡只能屈居第19位，傳統投行高盛憑着一股1000多美元的價格排名第一。今天呢，我們就一次性講清楚3件事，看完您就能自己判斷。第一，道指跟納指、標普到底區別在哪裡？第二，歷史成績單，美股 DIA ETF 跑了28年，跟標普500誰的長期複利更能打？第三，國內怎麼買？道瓊斯 ETF 彭華跟不跟得住美股呢？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呢，創立於1896年，是全球歷史最悠久的股票指數之一。令人驚嘆的是，道指上市首日收盤僅約40.94點，而到了2026年5月，該指數已經突破5萬點大關，歷史累計翻了約1250倍。道指跟納指和標普最大的區別呢，是精英選股加價格加權。納指和標普是市值加權，英偉達市值全球第一，那就占最大的权重，合情合理。道指呢，不看市值，看的是单股股價，這導致了什麼結果呢？高盛、卡特彼勒股價1000多美元，在道指裡呢占前2位，高盛是 12.6%， 是第一大重倉股。英偉達股價不到200美元呢，占比只有 2.32%， 排第19名。英偉達的市值是高盛的15倍。但是在道指的世界里，股價高的說了算。決定道指30隻成分股去留的是一個5人委員會，由標普道瓊斯指數公司的3名代表和華爾街日報的2名代表組成。他們的選股標準呢，很簡單，公司必須是行業龍頭，聲譽好，在美國本土做生意，而且有持續的增長能力。最關鍵的是，委員會要保持指數對美國經濟各行各業的均衡覆蓋。經濟結構變了，他們就會把沒落行業的代表踢出去，換上新興巨頭。所以道指不是固定的名單，不是固定周期的調整權重，它是一個動態更新的美國經濟縮影。比如在道指漫長的歷史上，最初的12家公司中，通用電氣是堅持到最後的元老，但也在2018年6月被正式剔除。目前在榜時間最長的是寶潔，於1932年大蕭條時期被納入，保持了94年的記錄，目前占比約為 1.76%。為了防止股價太高的公司綁架整個指數，委員會呢設立了2個機制。第一呢，10:1規則，指數裡股價最高的股票不能超過最低的10倍，一旦逼近這個紅線，委員會就會施壓讓高價股拆股。第二呢，高價股准入限制，公司的市值再牛呢，股價几千美元一買就肉疼，道指也不會讓你進來。亞馬遜和蘋果當年都是先拆股再進道指的，把股價壓到200-300美元，委員會的才放行。價格加權本身就倒逼着成分股不能漲到天上去。美股跟蹤道瓊斯指數最著名的 ETF 是代碼為呢 DIA， 也就是SPDR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ETF Trust， 因為諧音呢，華爾街交易員呢常親切地稱它為 Diamonds。DIA 呢由道富於1998年1月14日發行，也是 SPY 的發行方，目前資產規模大約是428.5億美元，是全美規模最大的純正道指30指數 ETF。它的管理費率約為0.16%每年，與納指 QQQ 相近，分紅周期是按月分紅。它的持倉特點呢是科技巨頭權重被稀釋，受價格加權邏輯的影響呢 ，DIA 的權重分布非常有特色。首先呢是傳統巨頭爸爸，目前 DIA 的第1、第2大重倉股分別是單股股價超過1000美元的高盛，
也就是 GS 占比 12.63%， 和卡特彼勒 CAT 占比 12.53%。第3和第5大持仓分別是联合健康股價427美元和安进公司股價大約是357美元，而排名第30位的是耐克，股價仅在40美元左右。科技巨頭呢屈居人后，强如微軟和蘋果，反而因為多次拆股導致單價偏低而不佔優勢。微軟股價大約是372美元，排名第4，佔比 4.18%。蘋果股價大約是283美元，排名第12，佔權重呢是 3.26%。亞馬遜佔比 2.69%， 排名第17。英偉達佔比 2.32%， 排名第19。平時呢，您基本看不到道指委員會在干活，但最近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於2026年6月29日被納入道指，它的當前股價大約是337美元，預計權重將達到 4% 左右，直接躋身道指前10大權重股之列。標普道瓊斯指數公司呢明確表示，引入 Alphabet 是為了擴大並加強道指對美國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領域的覆蓋。Google 旗下的搜索廣告業務 Google Cloud 以及最核心的 Gemini AI 基礎設施是它獲選的標杆。這也充分說明呢，道指不是博物館，它在順應時代不斷進化。由數據中心、AI 算力和數字廣告驅動的21世紀數字化工業，也將被視作現代美國經濟的核心基石。接下來呢，讓我們來看一看3大指數的行業分布對比。首先，道指金融大約佔 27%， 信息技術約 19%， 工業 18%， 偏向傳統藍籌和價值。納指100呢，信息技術佔了將近 59%。偏絕對的科技成長，標普500的信息技術佔約 39%， 代表美國整體。所以在不同市場環境下，這3個指數的表現會差得很遠。在科技牛市裡呢，道指跟納指沒法比，但在價格風格佔優或者市場避險的時候，道指往往更抗跌。再來看一下長期業績對決。如果我們在過去28年裡做一次極限歷史回測，道指 DIA 對上標普500的 SPY 會怎麼樣呢？來看第一個回合長期回報的情況。過去28年呢 ，SPY 年化 9.29%，DIA 年化 9.1%， 年化差距呢只有 0.19%。但在近5年裡呢，因為標普500是市值加權，吃滿了這波AI 驅動的科技牛市，年化比 DIA 高出約 2.52%。如果拉長到近20年呢，兩者的差距又縮回到不到1個百分點。SPY 的超額收益高度集中在科技股爆發週期，道指成分股在標普500中佔比達 25% 到 30%， 兩者走勢高度一致，相關性高達 0.95。第二回合呢，風險與回撤，兩者的最大回撤都發生在2008年金融危機。SPY 最大回撤 55.14%，DIA 是 51.88%， 看似差不多，但差別在於恢復速度。SPY 花了 4.32 年才回到新高，而 DIA 僅用了 3.3 年，快了整整1年多。對於身處熊市的投資者來說，早1年多回血，心態是完全不一樣的。總體而言呢，道指長期回報呢略微弱於標普500，但防禦性更好，風險更小，從危機中恢復新高的速度更快。我們再來看一下國內配置利器道瓊斯 ETF 澎華513400。對於無法直接交易美股的國內投資者呢，道瓊斯 ETF 澎華呢是完美的場內替代方案。在基本面，這個基金呢成立於2024年1月17日，規模約為 23.95 億美元，投資策略為完全複製道指，當前股票倉位約為 94.07%， 現金佔比大約是 5.6%， 總費率為 0.65%每年，管理費 0.5% 加托管費 0.15%。 近2年的業績呢是怎麼樣呢？澎華道指累計回報高達 27.89%， 年化約為 13.09%， 最大回撤控制在 15.92%。 同期博時標普513500呢累計回報是 29.05%， 年化大約是 13.6%， 最大回撤是 18.62%， 两者年化差距大約是 0.51%， 主要由於信息科技板塊的权重差異所導致。再來看跟蹤誤差，
同期美股 GIA 的美元累计回報是 36.98%， 在扣除美元貶值 6.44% 的影響後，折算成人民幣的累計回報是 28.16%， 年化是 13.21%。彭华道瓊斯 ETF 與 GIA 基準的年化收益差距僅為 0.12%， 展現出了優秀的底層跟蹤效果。那講完了是什麼和怎麼買，最後咱們來說一說怎麼用。道指30本質上就是30家美國傳統行業藍籌百年老店的精選集，這個結構天然決定了它比納斯達克100穩得多。我們用2個場景幫你理解它的用法。場景1呢，在科技股太貴的時候，當市场風格從成長股往傳統價值股切換，比如資金從高估值的半導體板塊撤出，或者加息周期裡科技估值被壓縮，道指就是您的防彈衣。場景2，你已經有納指和標普了，普通的配置是納指打進供標普做中場，但標普裡的科技股权重已經很高了，跟納指的相關性不低，這时候把標普換成道指，能有效降低整個組合的波动，相当於用道指30做防守端。順便提一句呢，美國副總統萬斯的資產裡有 24% 配置的就是道指30。最後呢，是風險提示，道指僅包含30只股票，面對龐大的美國資本市場，統計代表性略顯不足。好啦，本期節目就到這裡了，歡迎關注、點讚、分享、充電呀，我們下期再見。